情况。我性格内向，从小也不是什么娇小的女生，所以没有什么男性朋友，也没有谈过恋爱。但是他特别照顾我，在我不开心的时候，他也愿意出来陪我。我感觉他应该是喜欢我的，所以我前段时间跟他告白了。可是我跟他告白之后，他就突然消失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真心，不要再躲着我，能和我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咱们掌声请出这一对吧，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陈，23岁，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张，22岁，同样来自河北，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都在读书是不是？是。怎么认识的？我俩是在一次活动中认识的。我在活动中弹钢琴，然后他是那个活动的负责人。当时在活动中他也挺照顾我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他有好感。哦，您是学钢琴的是吗？就是会点儿，会钢琴。会钢琴啊！你看多么内秀的一个姑娘。之后呢？之后的时候，他也是总来找我学钢琴。然后我感觉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开心，他也对我特别好。他怎么个对你好法呢？我之前坐车回家，因为我是在外地上学的，我坐车回家，我买的是夜车。他就问我是几点的车，几点从学校出发。当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在学校门口等着我。当时的时候特别感动，我没想过他能过来，我特别开心。到了车站之后，他帮我提行李，帮我主动的取票，还怕我在路上饿，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零食。我认为这个事儿挺正常的，我当时一直把她当我的一个妹妹来看，而且毕竟是一个女生，然后晚上自己去车站，我也肯定不放心，只不过是那种好朋友之间的关心吧。我并没有想特别多。可是你把我送到车站之后，你跟我说路上小心点儿，注意安全。然后还告诉我到家之后要第一时间告诉你，给你报平安。当时的时候我特别开心。你认为他说的这些东西是对你的？我认为他说的这些东西是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照顾。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关心和照顾呢？还是你觉得是别的关心和照顾？我感觉他不是只是把我当成好朋友的，因为我之前生病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关心我的。我那天生病了，我不舒服，给他打电话，他就特别紧张，问我需不要去医院。当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宿舍全是女生，我也不想出去。我感觉我自己就是稍微有一点发烧，也不是那么严重。但是他还是过来了，说要带我去医院，然后就带我去了，还一路上逗我开心，然后他一直陪着我输液。因为我感觉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而且他身边的异性朋友又不是特别多，这些都是朋友之间的关心，根本就没有想到男女感情那边。当时的时候我就感觉你挺靠谱的，我感觉你这个男生就是我想要告白的男生。因为我从小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我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表白过，我也没有喜欢过别人，我更没有谈过恋爱。直到你出现，我感觉我挺喜欢你的，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所以我跟你表白了。我向他表白之后，你向他表白多久了？7月初的时候向他表白的。7月初你向他表白之后发生了什么？你告诉我们大家。7月初的时候向他表白，然后他就突然就消失了，短信也不回， QQ 也不回。其实今天我来这儿我挺紧张的，因为我想知道他的答案。我当初一直把他当一个妹妹来看，而且一直都是特别好的朋友，我从来没有往那种男女感情方面的想过。他突然之间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自己也特别乱，我不知道该怎么答复。你们俩认识多久？认识1年多。1年多，在这1年多里面有没有手拉手看过电影？去看过电影，但没有手拉手。有没有这个搂在一起散过步？没有搂在一起步。你有没有抱过？也没有。你刚才说了你心情很复杂，你复杂在哪儿呢？因为他突然之间跟我说这件事儿，让我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对他就一直是那种
特别好的朋友，哥哥对妹妹这种感情。他突然之间就跟我说这些事儿，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谈过恋爱吗？我谈过恋爱，现在还有？我现在单身。这女孩可爱吗？还行吧。她要成你的女朋友这件事儿是可以想象的吗？我不知道，我没想过，因为我特别纠结吧。你纠结在哪儿呢？就以前这种关系，要一直是小妹妹、好朋友的，突然之间转换这种关系，有点适应不过来，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那你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意了，那你能不能想一想？咱俩平时在一起的时候也挺开心的，而且你还经常来学校找我。我当时去学校找你，正因为我是把你当妹妹看，而且咱们又是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在一起玩什么的也没有什么，这都挺正常的事儿，我感觉。可是我对你的心意你看不出来吗？姑娘，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就我们男生向女生表白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被拒绝，你懂吗？我知道。你觉得一个人有没有权利拒绝你的爱？可以拒绝。可以吗？哈，如果啊，我只是说如果，就是他只是把你当一个妹妹，你能接受吗？能接受吗？我也不知道。喜不喜欢他？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感觉，我特别就是大脑一片空白。你对所有的女生都这样吗？不是，就是随叫随到，然后陪看电影。我对我身边的每个朋友都是这样的，我喜欢帮助别人，而且都是大家特别好的关系嘛。你身边的所有女性朋友，你都这样对待吗？差不多。有多少啊？你就像这么10多个吧。这么帮助的女生有10多个呀？我认为挺正常的这件事儿。哦，你好厉害！大家一起出去唱歌，大家一起出去玩。不，然后一起出去吃饭。人家生病的时候你也去吗？这出去玩没问题啊。生病的时候你也照顾吗？当时生病了是他给我打的电话，我知道了，那我肯定得去啊。别人回家或者走夜路你都管送，是不是？但凡我能帮到的，我肯定会去帮。那你乱什么？你就跟这姑娘说对不住，我就把你当妹当好朋友，不就完了吗？我不知道心里面什么感觉，现在你不知道什么感觉？对，特别纠结吗？纠结啥呢？我就怕直接跟他说吧，然后他又特别受伤，然后心里面再承受不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回避他呗。你不知道该怎么表态是吧？对，我特别迷茫。迷茫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他，我不接受吧，我觉得可惜；我接受了他吧，我又觉得怎么好像又不是我想要的，对吧？这叫迷茫。对。还有一种是说，哎，其实我压根我就不想跟他好，但是我又怕他出事儿，这叫纠结。你是哪一种？我是第一种。哦，明白了，他是第一种啊。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们看具体的细节，咱们见真章哈。生病的陪伴，对吧？然后呢，去送孝，而且还反复的叮嘱，种种迹象表明你不喜欢他才怪呢。很多爱情就是从妹妹开始的，所以说女孩提出了，而男孩没有拒绝啊，他只是突然消失。你怕什么呢？我没有想过，主要是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你今年才23，爱情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可确定性。你试着可以跟他相处一下，给他一个机会，同时也是给自己机会哦。我先来问问小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对吧？照你的说法，也从来没有人像他对你这么好，对吗？对，从来都没有人对我好过，所以我想珍惜他。这就是最让我害怕跟担心的地方，因为你没有被宠过，被好好的善待过。可是他真的是对我很好呀。我当然明白，但我想跟你讲第一件事，记得这句话好吗？记到心里去，这对任何一个女孩我都会这样说。身为女人，身为一个女孩，如果你又觉得自己是个好女人、好女孩的话，男人对咱们好一点是应该的，它不是一件天难地难的事儿。所以我要告诉你，不管你们今天会不会成功牵手在一块儿，除了他之外，未来的未来，明天的明天，如果还有其他男人要帮你拿个行李，要车子送你一道，让你平安回家，这些事情没什么大不了。
有时候男人的绅士风度，咱们要受得起这种好，不能因为人家一对我们好，我们就整个小鹿乱撞。而且我相信你钢琴也好，学习也好，一定有你优秀的地方。你有才华，有勇气，请你不要摆一个哭的表情，多练习一下笑容。一个甜美微笑的女孩，会有很多男生愿意对你好。好，换你。我们常说暖男，暖男对一个女人好叫暖男，对很多女生都好就叫渣男，对吧？所以你一定不能不想这件事儿。如果你一直不想清楚，你绝对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明白吗？我从来不相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我也从来不相信男女之间有所谓纯粹的友谊，但是又很难解决你们彼此之间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你说要是不喜欢一个人，没有必要那么去关切的，而且很多关切是超出了普通的友谊的。所以用什么东西来解释男生对女生的感情呢？我琢磨来琢磨去，只有一种，有一种爱叫怜悯。但是问题是，爱情当中是有怜悯，但反过来怜悯不一定都是爱情。爱情记住，吸引对方的是那种悸动。一个不太说话的女生，长得很可爱，平时不被别人所关注，异性朋友也很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弹着钢琴，或者是躲在一个角落。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引起她的注意，她觉得她可以帮助你走出来，给你更多的关爱，给你更多的友情，同时她自己也得到了某种满足感，就是我可以帮助她，可以给她温暖。但是这不一定是爱情，而你以为你感受到了爱情，就像寇老师所说，你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被一个男人捧在掌心，所以你会认为这一定是爱情，但是在我看来不是。男生整个站在场上，对你的目光乃至于所有的肢体语言都让我看不到他对你有所谓那种爱情的悸动，没有。我问问他，是你心目当中理想的形象吗？不是。你理想的形象有什么要求？那肯定是都是喜欢漂亮的，而且瘦的。所以说这接下来就是我想跟你所说的话。我相信你对他从来没有动过情，我相信你对他是同情和怜悯，同时在同情他的过程当中，他温馨的反馈让你也得到了满足，但是你从来没想过要跟他处朋友，你也没有想过要去玩弄他，这个我绝对相信。但是想想你脑海当中的轮廓的那种女生和你眼前的这个女生，她们之间的不同可以处处看，依然不需要牵手，依然不需要有任何的亲密举动，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从爱人的角度或者是恋人的角度看看这个女生能不能给你轮廓当中美满情人所能够给予你的东西，可以试着接触接触，但是没有必要逃避。其实逃避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其实你心里已经有了一点他，要不然你不用逃避。你干嘛要逃避呢？你大大方方的说，我根本就不喜欢你，我们还可以做朋友，你没有必要逃避。所以说这可能是爱情开始的一点点征兆。不要把同情当成是爱情，爱情当中一定有怜悯，但是怜悯不能代表所有的爱情。就这。最后我想说的是，像个男人一样干干脆脆，别犹豫，喜欢还有点喜欢说在一起，觉得不喜欢说对不起，完了吗？别再拖着人家了。老好人有的时候很可恨，请你今天把话说清楚。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以前一直把你当我一个妹妹看，而且我一直认为咱们是特别好的朋友。我带你出去玩，还是出去一起吃饭，都是出于朋友的关心，而且我并没有想到男女方面的感情。其实你当初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无奈，我特别纠结，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我怕回答特别硬了，然后再伤害你。可是我跟你在一起，我也能看出来，你跟我在一起也是特别开心。我也了解你生活中的细节，
我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好，时间到。哎，揣着明白装糊涂，两位请回吧，回吧。你要是我闺女，我就把你带回家了，姑娘啊。来，请关门。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5、4、3、2，精彩节目马上开始。5、4、3、2、1，请开门。来，姑娘，来。他是觉得你们俩做朋友挺合适的，但是做男女朋友他有点配不上你，明白了？我明白。来，你把头抬起来好吗？假设他现在还在现场的话，这就代表他拒绝你了。你会跟他怎么说？对着镜头跟他说，不管他喜不喜欢我，我都喜欢他。我感觉有他的出现，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人生不因为别人而精彩，我们的人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活得精彩而精彩。开心一点，姑娘。好，来，加油！真是要加油。跟那个，哎，别走，跟你哥说，哥，放心，祝你找个好嫂子，我下次给你带个好妹夫来。跟哥说，说呀，不怕。哥，我知道你虽然不喜欢我，只是把我当妹妹，我也希望你将来找一个能配得上你的人，我也会找一个对我好的、爱我的人。对，这年头，胖的女生不少，但胖还会弹钢琴的真少。你说你把钢琴能够弹得那么溜，能够吸引一个男生，这就很了不得。我不建议你一定要瘦，但至少你得自信一点。胖不一定要成为自卑的理由，一定要自信，而且拜托你多笑一点，把你弹钢琴那个份儿拿出来，你就是一个美丽的女生。祝你找到真爱，谢谢你，请回。加油，抬头挺胸。我们掌声给他点力量，好不好？来，